1975年的11月5日，在地球上出现了一道神秘的光束，一个人被照到后却离奇消失，谁也没有想到，这预示着人类历史上即将发生最大的 UFO 事件之一。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每当夜晚抬头看到繁星点点，小伙伴们会不会思考，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难道人类只是唯一的生命吗？其实，按照宇宙的体量，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放到太阳系当中也只是个弟弟。人类凭什么觉得自己是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呢？从古至今，出于对未知的渴望，地球人探索地外生命的脚步也从未停止过。反之，大量的 UFO 事件真的是外星人在试探吗？震惊所有人的外星人绑架事件又如何解释呢？是外星人在拿地球人做实验，还是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今天就和大家探究一起可怕的外星人绑架事件。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下面和我一起回到当时的案发现场。22岁的特拉维斯·沃尔顿是美国亚利桑那州希特格里夫斯国家森林公园的一名伐木工人。在1975年的11月5日这一天，特拉维斯和其他5名同事正准备一起乘坐卡车回家，突然看到一个直径大约为40英尺的碟状物体在空中盘旋，不仅发光，还发出刺耳的嗡嗡声。更诡异的是，这个物体似乎在朝他们靠近，离他们越来越近。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害怕，只想尽快逃跑。当特拉维斯想跑回卡车的时候，一束强光束突然从飞船上射出来，他的身体就像被电到了那样麻木了。其他的5名同事都快被吓死了，因为他们看到了特拉维斯飞离了地面10到20英尺，还被抛到远处，他左肩着地，不省人事。同事们都觉得他已经必死无疑了，于是在一阵慌乱中逃跑了。但过程当中，他们不慎撞到了土堆，这才冷静下来，又折返回去查看，却发现特拉维斯不见了踪影。他们在附近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人，于是就立刻报警。警方觉得很可疑，他们的描述听上去简直不可思议，是在掩盖什么吗？还是真的遇到了无法解释的东西呢？很快这件事就在当地传开了，全镇的人都帮忙在森林公园里面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但依然下落不明。此时的警方越来越怀疑这些人，因为森林公园地广人稀，树木众多，更何况他们都是伐木工人，如果有心想要藏一具尸体的话，也根本不算什么难事。警方认为这几个人很有可能合伙将特拉维斯杀害后藏尸，再捏造出这个荒谬的故事，企图逃罪。看来测谎事不宜迟，当时这个交给了亚利桑那州最权威的公共安全部门进行。测试中有题目是针对谋杀案的，结果5个人都通过了测谎，这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看来还真的是外星人来了吗？他们把特拉维斯绑架去了哪里了呢？不会是拉去做实验了吧？就这样，在特拉维斯失踪后的第5天，他的妹妹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了微弱的声音：“我是特拉维斯·沃尔顿，我现在在珀博加油站的电话亭里面，快来救我！”特拉维斯的妹妹连忙赶去查看，果然在电话亭里面发现了缩成一团的哥哥。特拉维斯瑟瑟发抖，似乎受了什么惊吓，他身上还穿着失踪时的衬衫和牛仔裤。回到家后，他仍然惊魂未定，断断续续地讲述着自己可怕的经历。然而，特拉维斯以为时间才过去了几个小时，并不知道已经过了整整5天了。不是谋杀，也不是失踪，人是回来了，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他的描述，当时自己已经被不明飞行物甩了出去，就已经不省人事了。等他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医院般的房间，他以为自己被送到了医院，但定神一看，却见到了自己有生以来最可怕的景象。房间里面竟然有3个矮小的人形生物正围着他，盯着他看。那几个矮人也就5英尺高左右，脑袋和眼睛都很大，嘴耳鼻却很小。他立刻反应过来，这些绝对不可能是人类，自己当时看到的是 UFO。特拉维斯很害怕，冲过去想跟那些人形生物进行打斗，直到一个戴着透明头罩的强壮男人把他带走。这个男人看上去和人类差不多，高大健壮，肌肉发达，比例匀称，身高大约2米左右，体重约为180斤。他留着垂到耳旁的棕黄色头发，身着一件亮蓝色、材质如丝绒般柔软的紧身衣，腰间系着一条黑色的腰带，脚上穿着黑色长靴，眼睛呈黄褐色。这个蓝衣人手上和腰间没有携带任何武器或者工具，衣服上也没有任何标志或者徽记。特拉维斯一开始以为他是人类，便兴奋地上去求助，还大喊大叫问了很多问题，但这个蓝衣人一直都是沉默的，并没有回答。之后，特拉维斯被蓝衣人带进了一个巨大的库房，里面的空气清新凉爽，就像来到了室外。里面的天花板是由奇异的方形金属板拼接而成，灯光从板中透出，类似于阳光。房间里面还停着2艘飞碟，一大一小。
特拉维斯作为一个伐木工，他估算了一下飞碟的直径约20米左右，小的则略小了一点。蓝衣人带着他继续走过长廊，进入了一个小房间，房内另有2男1女，穿着和该名蓝衣人几乎相同，一样的丝绒蓝色制服，只是没有系腰带。特拉维斯发现这群蓝衣人虽然长相不同，但外貌却很相似，就像是一家人。其中1男1女将特拉维斯架到了桌子上，无论他怎么喊叫，2个人只是安静地看着他。当特拉维斯被押上台后，其中一个蓝衣人拿起了一个透明的塑胶面罩罩在他的脸上，他立刻就昏昏欲睡。特拉维斯表示自己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直到发现自己走在了高速公路旁，而那个飞碟正在他头顶上空，随后就飞走了。特拉维斯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没有任何明显的证据表明他确实上过 UFO， 但他的描述已经足够让人不寒而栗。而且和当时的同事一样，特拉维斯也通过了测谎，为此他们还被授予了年度最佳不明飞行物案例以及5000美元的奖金。从特拉维斯本人到伐木人员、相关警察、测谎员和 UFO 专家都接受了各种采访，其中一些 UFO 专家坚信特拉维斯的确是被外星人绑架了。通常声称自己与外星人接触过的人都会被当作是怪人，但当这件事情发生在特拉维斯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也不得不相信外星人的存在。但是有怀疑论者认为，这从头到尾都是骗局，他们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从而赚快钱。一位 UFO 研究者菲利普·克拉斯发现，特拉维斯和同事各自描述了来龙去脉，其实存在着许多差异，他们根本就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在调查此案后，菲利普认为测谎仪测试并不是很准确，有一定的不足，再加上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对策，比如并注呼吸之类的措施，完全可能影响到测试结果。不仅如此，心理学家苏珊·克兰西也认为这一切都是虚构的。外星人绑架的报道都是在外星人故事出现的影视作品之后才开始的。特拉维斯很有可能受到了电视里面播报的 UFO 事件的影响。苏珊指出，这类影视作品出现之后，外星人绑架的指控就增加了不少，好像只要多点想象力就能说自己遇到了外星人，甚至编造出了绑架。特拉维斯·沃尔顿就是想成为这样的名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些怀疑论者的观点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除了描述当时的场景，特拉维斯所说的细节似乎都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后来，相关人员对当时出现 UFO 的地区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那一片地方的周围树木的生长速度异常快。大约15年后，这周围的树木生产木纤维的速度是之前的36倍，而且这种增长速度只表现在树木朝向 UFO 船体的一侧。那这些研究结果又如何解释呢？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1978年，特拉维斯撰写出版了《天火启示：沃尔顿奇遇》一书，他在书中详细描写阐述自己的经历，后来还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怀疑论者一直认为当年的测谎管理不妥，于是在1993年，所有相关人员又重新进行了测试，他们依然通过了全部测试。经过了20几年，特拉维斯当年被绑架的经历仍然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很少有外星人绑架的事件能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后来，特拉维斯也经常出席 UFO 研究会或参与电视节目录制，也在亚利桑那州赞助成立自己的 UFO 研究会。直到如今 ，UFO 的真实性也众说纷纭。尽管我们当前的科技水平还没有办法证明它们的存在，但是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正也是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揭开地外智慧生命的神秘面纱。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看完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们相信特拉维斯真的被外星人绑架了吗？不过现在的科技水平如此强大，外星人的存在依然迟迟没有消息。正觉得这件事情一共也就2种可能性，要么我们是宇宙中唯一的生命体，要么真的有外星人的存在。不过我觉得这2种可能都挺恐怖的。就算没有外星人，人类想要称霸整个宇宙，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依旧很难团结。到底哪一种文化能够统治整个宇宙呢？这个问题我估计永远没法解决。小伙伴们，你们怎么看呢？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得好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正，那我们下期再见。